罗一舟、李纯、向涵之，欢迎几位。来，有请几位先上座，我们来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各位老师们已经看完了我们1个小时全剧的这个精简的一个小片花，大家也觉得非常的精彩。既然都是这个商圈中人啊，我们开场也让我们的各位主创来跟我们用抛砖引玉一下啊，大生意人们远道而来，先用我们剧中的方式来跟各位打个招呼。首先，我们从导演开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大生意人的导演和编剧张挺，上张下挺，弓长张，挺进的挺，请大家关照。欢迎导演上张下挺，哎呀，一下子那味儿就来了啊！好，接下来我们从小哥开始，欢迎小哥。大家好，我是陈晓，我在《大生意人》当中饰演古平原。那个话怎么说？上什么下什么？上什么？上实下口。平原君的平原，不信金石五谷弦的谷，平原君的平原。不信金石五谷弦的谷。不信金石五谷弦的谷。生平原君的平原。平原君的平原。欢迎我们古平原的扮演者陈晓。好，接下来芊芊。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谦，在《大生意人》中饰演常玉儿。哎呀，我不是玉娥，是玉儿。啊，是玉儿啊，感情这题是考导演的啊。欢迎孙谦。那接下来我们欢迎一舟。大家好，我是演员罗一舟，在电视剧《大生意人》当中饰演李青，上李下青，青子青孙的青。诸位请了，谢谢。欢迎罗一舟。听说你饰演的角色是超能力，是不是啊？超能力 Rich Man， 啊 ，Rich Man 来了。好，欢迎一舟。今天大型 Rich Man。是的，接下来我们欢迎李纯。大家好，我是李纯，在《大生意人》中饰演苏子轩，有钱有权，是个大厉害。哎，欢迎李纯，在剧中饰演的是苏子轩。接下来我们的韩之。大家好，我是向涵之，在《大生意人》中饰演谭一梅，她是表面文气，底色勇敢的医女。欢迎我们的向涵之。其实跟各位主创来分享一下，刚刚1个小时的片段中，涉及了每一位主演的一些相对比较精彩的片段。当然还有更多的高光片段要在我们的正片中一一去探寻。所以一会儿呢，我们的媒体老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多多分享。在我们的开场在各位的左边，其实有一个题板，上面呢有我们几位主创的这个卡通形象。既然是大生意人嘛，我们自然深知广结善缘就是广开财路，所以在我们的开场要请观众们来快速的增进一下对各位角色的了解，我们也多多建立人脉，找到意气相投的好伙伴。所以要先请各位主创移步我们的这个大生意人的题板前，我们可以互相为几位主创来补充一下你们眼中的他们的标签。只有导演一个现代人。导演是最权威的。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我们互相可以贴一贴啊。导演，我看先拿了一个什么？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标签通通消化一下。教师子女，给我们玩一玩。神射手。这个也是你。芊芊说实景王者，自编自导。大家长给了我们的张挺导演。转转回收当家人是，转转回收当家人怎么个事儿？也这又得问导演了。您觉得那个转转回收当家人应该是谁？你俩当铺是吧？啊，当铺。对。乱世爱情，这个是乱世爱情，给导演应该是一梅。我们一会儿也来问问一梅，爱情故事到底如何走向的。好，给到了古平原闯王宝藏持有者，哎，还有什么？人心医女是谁？我都觉得这个是古平原嘛。那可以。啊，对。他走的地方其实放到自己的名字下面可以。黑白通吃是谁啊？黑白通吃应该是古平原。小哥摇摇头，说不是古平原。主要是这堆人没有做坏。李青没有这个方面的。生意脑恩宠身份。明察主理。可以，芊芊你给他按，你眼中的他就行。啊，
是这样啊，我们不用这个演员本人确认，就你们互相就直接贴，好不好？觉得是谁就直接给他贴上去，我们给他们全分散一下。小哥，狂生啊，狂生！哎，我觉得这样吧，正值闯的年纪就给导演吧，希望导演多多创作啊。导演。好，正值闯的年纪。好，还有几个？这个是最精辟的，应该是导演的。可以。那这样，还有哪个要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武力值 Max， 转转回收当家人，明察主理人。主理人，李青，你再挑几个你的贴上去吧。茶反正大家都有做，我们当时有那个茶帮的那个，宁古塔流放经验，转转回收，好像我开当铺了，对吧？给到李青，好不好？对。好，黑白通吃呢？没有人敢认领。我认领吧。你认领了？我可以。好。一心搞事业，超绝事业运呢？古平原。古平原。哎呀。我好，谢谢。对。是吧？我跟李青都是一对，哥说对。放中间。李青没心思搞事业，他就是想跟父亲证明自己。社交一把手呢？没事，我们来调整一下。可以。这个是白一梅，勇敢追爱给到白一梅。他们两个都是。社交一把手来。放他俩中间。我俩最爱。社交是谁是比较社恐？是那个社交悍匪。苏子轩吧。苏子轩社交悍匪。好，我们先这么对号入座。这样分不清的我们都给导演。都给导演。来，我们先请主创们回到我们的座位上，我们来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先给大家对号入座啊，提了个小标签，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跟我们主创们来聊一聊了。首先，导演，你觉得哪几个标签是你眼中的这几个角色最明显的这个印象？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大家贴的都差不多，应该是对的。他这个只不过李青这个超绝事业运是不是应该给小哥呀？我这个事业运，对他一直在搞事业，好像运气不好。不敢给大家剧透，但是基本上应该不是李青，应该是超不绝事业运，超不绝应该是。对他老被压制着啊。其他我觉得都没毛病，都没毛病。其他没毛病。小哥，你觉得哪个标签是你最能代表你这个古平原角色的？有哪个是你要质疑一下的？古风狂生啊，这个是比较像我的，这个是这个瑞林大人对我的这个评价，哎，他觉得我是一个狂生啊。然后不符合我的是，最近眼睛不行了。闯王宝藏的还有什么者呢？走遍江湖持有者，那个不符合，不符合。闯王宝藏持有者不太符合。怎么说？我不算持有者，不算是。你只是主宰了一下大家的命运，是吧？导演也不算。导演吧。守护者啊，算是闯王宝藏守护者。好，这是我们古平原的一些标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玉儿的，有勇敢追爱、神射手，还有武力值 Max。所以玉儿这部戏里有很多非常酷飒的打戏吧，算是，感觉怎么样？其实都是救人命，也不算打，都是那种真的是救他水火之中。对，感觉古平原遇到那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你就出现了。对，其实古平原也是，你遇到一些生死攸关的大事，因为我们刚才看了一个在泥潭里，应该是古平原跑来救你的那场戏。对，好，是彼此的这个关键时刻的好帮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李青的。李青，你觉得哪个最能代表你？哪个一般？确实是超能力啊！李青做生意经常带着几个小目标就来了。几个小目标？李青，我觉得唯一人生受挫，开玩笑话来说，他可能不一定是情感方面。哎，他爹把他的折子没收了啊，你没有存折。是这样。我没有这个人脉了。没有这个启动资金、项目资金了，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阻碍啊。所以超能力应该是他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事，必须得有，因为他在出场时候比较突出的特征，确实是很难不富有啊。对，这个大家明天25号上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的第一句台词就非常傲娇，就家财万贯的气质。
所以今天一周是为了贴近李沁这个角色，穿的也不灵不灵，是不是？尽量让自己不灵不灵一点，闯王宝藏在我身上啊。好，这是我们的李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纯纯演的这个角色，我们的白一梅。我是苏子啊，苏子轩。好，在那儿一共有几个标签：神秘大佬、手眼通天、欧气满满，还有黑白通吃。你觉得哪个最能代表你？手眼通天吧。因为确实苏子轩掌握了太多的非常有能量的资源，是一个资源咖。对，然后他想做的事情他一定能做到，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且我觉得在苏子轩这个达到目的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绊脚石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古平原。是古平原。对。啊，然后后来呢是发生了一些重大转折。对，后来大家就看剧吧。不能提前剧透了，对吧？而且感觉我们这1个小时的精彩片花里，是感觉好像事情到了那个关键的点，我们的子轩就出现了。他好像有一种幕后大佬的感觉。对，一切都是在他掌握之中。对，就像下棋的人，他其实就是布局下棋的人。是的，那个幕后的。他像一个有点上帝视角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势力，去掌控身边所有的人。然后在这个地方，可能苏子轩就是规矩。所以神秘大佬绝对是苏子轩了，对不对？一定是他。好，这是我们的苏子轩。接下来我们的白一梅，我们的韩芝，你看看你旁边的几个标签，你觉得哪个最能代表你？乱世爱情吧。乱世爱情。今天你的剧中的 CP 没到现场啊，这段感情能不能提前给我们小小透露一下？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些。就是非常的撕心裂肺也好，非常的爱也好，就是他们都是彼此人生中最重要的人。对，真的是那个乱世当中的知己。是的。好，那这段感情我们就到正片中好好的来追一下了，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第一环节，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大生艺人几位主创们标签，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主创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了角色的爆料和标签之后，其实我们的大生艺人的主创们的氛围是特别好的，无论是在创作氛围中，还是在我们的今天，我们刚才台前幕后也聊了非常多，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广大的媒体老师们也希望跟我们的主创们可以结下善缘。我们首先要玩的一个小游戏叫做财运大爆发。在这个财运大爆发之前呢，要给大家看看我手上会有一个任务卡。这个任务卡叫做赢财机会卡希望在这个见真章的环节里，可以跟我们的大生意人们不仅要光说，而且要赢得翻身赢财的机会。所以关于赢财经验的大交流，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要问到导演。其实刚刚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角色的人设标签，接下来请问一下导演，你认为几位主演我们角色的最大的魅力分别是什么？以及您创作这个剧本，创作这个我们整部剧集，您想通过这些角色传递给我们观众的是哪些呢？我这个角色呢，他每一个人的特点特别的执着强烈，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只能最简略的说，你比如说像小哥这个角色，他其实完成的是一个中国最传统的书生，一个仁义礼智信这样5种美德，在最传统的美德里走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旧时代旧道德里的新人物，是这样一个角色设定。孙谦这个角色呢，实际上就是3个字，叫江湖道，他走的就是江湖道。然后呢，这个罗一舟演的这个角色呢，实际上有点像，他们家是皇商，皇帝的皇，商人的商，实际上是属于内务府一类的，专门向帝王供应东西的商人。那他有出息，唯一能做的有出息的事儿，就是帮他爹花钱就得了。是这样。真羡慕啊！就是不要琢磨用李家产业创业这个事。对，不要搞创业，创业就是失败。你像那贾宝玉最有出息的时候是帮着他爹花点钱，其他不要乱搞。对。这是李沁。对，这是李沁。然后呢，这个苏子轩演的这个角色是，就是云中龙的这种形象，只有一爪一鳞，他不能露更多，所以从头到尾并不把这个人物说清楚说明白，他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半隐半现的，是这样。然后呢，
这个谁白一梅这个夏寒之这个角色，她是另外一种，她的表面跟她的内心很撕裂。她出生在一个很压抑的这么一个儒教家庭环境里，但是她内心还是会遵从她自己那个灵魂的。她所以整个人是在一个巨大的撕裂状态下，把自己给烧毁的，是这样一个形态。其实这些角色，包括我们剧中其他的角色，也是有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能不能去写一些骄傲的中国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氛围里自得其乐，而且非常的舒适。去把这个东西如果能创作出来的话，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精气神儿，就是这个戏最大的贡献了。掌声送给导演，好不好？也谢谢导演给我们带来了一部这么精良的作品。我们也希望通过剧中的每个角色，把当下非常正能量向上的中国人的面貌展示给更多的观众。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初印象的标签。接下来我们来依次展开聊一聊。首先问问我们的小哥，因为我们看到古平原是有宁古塔流放经验的，而且剧中他是先是黑户嘛，然后一步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富商，成为了大富翁。你认为古平原的前期和后期他最大的转变来自于哪儿呢？在剧中，就是我越演到后面，我越是有感觉，就是可能他骨子里他就带着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到最后期大家看到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不经历上天给他的这些磨难，这些重重考验，他不会认识到自己，因为只有这些事情过了以后，他才一步一步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原来我是那样的，原来我还可以这样，原来我还可以那样。但是如果命运不给到他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他以为他只是一个读书人。慢慢的时候，他会发现，他可能也是重新认识到自己，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事，原来我的能力不止于此。所以也是命运和剧情推着古平原在往前走。反正我刚开始进入到剧本的时候，我一开始想的是他可能一个人呢，他一开始是不行，就像升级一样，他经过了一些事情，把他雕刻，把他磨练成另外一副样子。但是就演到后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好像他本身就是这样啊，他就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对。那小哥，你认为古平原这个角色，他一生如果给他总结一个他追求最大的目标，你觉得这个角色在追求什么？道心。对，道心，回家种田，是不是？导演刚才补充了。是的。好，这是我们古平原这个角色。接下来我们来问问芊芊。其实之前孙谦饰演的很多角色啊，都有着不被定义的女性力量的感觉，也收获了大家很多的喜爱。在孙谦看来，常玉儿身上最打动我们现代的女性观众的特质，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她很纯呢，然后她是一个，就是酷飒都是大家看她的模样，但我演她。也好，就是她最吸引我的地方也好，就是她是一个少女，我觉得什么都不比一个少女更可爱。对，所以她从内心和样子都是少女，非常的追求理想的。对，她对爱也好，对每个人的情感也好，她都是出发点是一张白纸一样非常纯粹的一个女生，这是我们眼中的玉儿。那接下来问问李青，因为这个角色我们刚才在1个小时的片花里，其实看到了一些片段，有一些你的大感情戏，跟爸爸吵架呀。来晚了，应该早点跟大家一起看，跟大家一起看一看我们一周的精彩表现啊！你认为李青这个角色跟一周你本人最大的不同和相似的地方分别是哪？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很感谢我的大师哥，我们导演对我的信任，把这个角色交给我。我就首先拿到这个剧本之后，我先找共同点吧。我觉得李青最本真的核心，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发心是比较善良的，所以他即便家财万贯，但他在遇到流民的时候，他依然会从怀里掏出2块银块。去救那些孩子们，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利点。如果说不同的话，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他这个出门这不带100-200号人出门，感觉不太到位是吧？不够他排场是吧，导演？没排面。对，没排面了就所以这个东西包括他的社会环境、他的家庭环境，他跟我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部队的环境里面，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他比我来说，他更加的不羁，
他更加的想去挑战规则，所以这个是底层逻辑上的一点区别。所以李沁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啊。我喜欢，我真的很感谢能饰演这个角色吧，包括大家对我的帮助因为他挺不同的，跟我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也期待我们李沁的故事在我们的大山艺人里徐徐展开啊。接下来是我们的幕后大佬子轩，因为大家都说这个角色每次出场的时候，他有一种杀伐果断的感觉。那李纯老师其实之前在这个赛道上也是一骑绝尘的，塑造过很多成功的这个角色。你认为这次子轩这个角色跟您之前过往诠释的一些角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相似的地方？杀伐果断，我会觉得苏子轩跟所有的角色不同点在于他的根基是非常夯实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在他自己身上，而且他是一个有强女思维的一个人，非常独立。我觉得和我之前扮演所有的角色都完全不一样，他是掌控全局的，所以演起来特别的爽。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开始在找这个角色的感觉，因为就是他的这种运筹帷幄和这种气势，可能他人没出来，他的气势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也很感谢导演在就是表演的，比如说台词的速度啊，包括肢体语言的表达呀，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一部戏。反正整个过程非常爽。刚才看了这个片花之后，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也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荧幕上看咱们这个片花，就觉得现在就很荣幸能参与这部戏的拍摄，是个非常难忘的经历。说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给导演点个赞啊？我们在这么大的荧幕上看到我们1个小时快速剪出来的这个小片花，大家都觉得那个情境一下子都能把我们带入当时的场景。其实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创们非常精良的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那这是我们的子轩，接下来我们来问问我们的白一梅。白一梅这个角色，其实你有一段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线嘛，所以这段故事在我们的剧情往后铺陈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小小的透露一下？关键的剧情我们先不说啊，就是你白一梅和我们的李成的这个爱情故事。白一梅跟李成的爱情故事，我觉得是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去不爱他，他更是像是一种基因上的选择，就是我对他是有一些不可抗的吸引力，他对我也是，然后两个人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出现了，然后虽然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就心里的这一股爱，你没有办法去对他说不。所以就是情不自禁的要去追寻一个心中的理想的爱情，要去靠近他，想要跟他在一起久一点，再久一点。那相信其实在整体的剧中还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以及各种转折，那我们就期待你们两个的角色在剧中的呈现了，好不好啊？这是我们剧中的李成还有白一梅。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整个剧的片段，其实每一个部分都特别特别的精良，大家在我们的 IMAX 的大荧幕上一看也非常的带入。想问一下导演，我们听说其实剧集整个的150天的拍摄周期，我们辗转了东北、浙江、上海、安徽、内蒙古全国的5省进行实地的拍摄，是怎么想到要实地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戏它没有办法靠着虚拟棚把它拍掉，因为我们里边这个戏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框架和一个传奇的人物故事这么组成的。你要拍那个质感的部分，你肯定要大山大水的来拍才可以，所以我们跑了这么久。我想想有意思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在现场换场的时候，我就想跟演员开个玩笑，因为刚刚到了横店，在东北特别苦，说现在演员最怕什么？我说我要把演员都找过来，然后告诉他们我们要重新回到东北去拍摄，然后要把他们都吓死，然后我就马上说来把演员都请过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下，然后所有人都来了，我说我们有点问题啊，有一场戏有错误，我们要回到东北重拍，然后现场所有人惊叫，然后除了小哥反应非常木然，看着我很久问哪一场啊？我说你怎么不害怕呢？
他说我反正要演到最后一场的，对吧？他说你哪一场你告诉我就可以了。靠，没把他吓住竟然。所以那次是真把其他人都吓坏了。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拍摄的小故事。所以小哥当时内心的 OS 是什么？猜到了他在骗人，还是说没有？就是我平静的接受这一切。对，因为对，就像导演说的，我反正我是跑不掉的嘛，早拍晚拍去哪里拍，反正就是拍嘛。对，我只是想问一下，哪一场戏出问题了，需要整个剧组费这么大的周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要回去拍，我就想知道是哪一场戏，到底出了多大的问题？我们得全组飞回东北再去补镜头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啊。其实也感谢导演选择了实景拍摄，所以呈现出来了很多非常贴近生活和有质感的镜头。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小哥，因为刚才聊到古平原这个角色嘛，您认为就是陈晓本人跟古平原身上有没有什么比较相似的地方？安徽人，对，安徽人，最开始的时候。接到这个戏的时候，就是觉得那个张挺导演编剧，我演徽州人，当时的感觉就是，好像就应该是这样，我应该演，就一种召唤吧，有这种感觉。这也是跟角色之间的缘分啊，就是感觉这个角色就该是我来演的。导演当时怎么促成了这段跟小哥的缘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没有剧本出来，大家就觉得是他，然后我们也知找了他，他拿到以后也没有多说任何别的问题，我们就开始快速的讨论关于拍摄问题了，中间没有别的波折出现，这就说明他就是古平原本人。古平原本源就是小哥了，所以小哥有用到一些安徽话去带入一些角色的部分吗？没有吧，我觉得我在安徽人这个上面可以不用塑造，不用塑造，已经深深的打下了安徽人的标签，是吧？我们的小哥我们的古平原这个角色。好，接下来再来问一下芊芊，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玉儿绝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色，所以孙芊，你是如何看待常玉儿对待古平原的这份感情的呢？就我挺羡慕，也挺想成为玉儿的，因为她很勇敢。然后他也不辜负自己的感情，他跟古平原之间的爱情也是属于一见钟情吧，在我这里肯定是这样的。就不管古平原，不能剧透，他对他始终如一，我觉得很厉害。不管古平原怎么，请听。下回分解但是玉儿还是始终如一，这是我们非常专注的玉儿。接下来再来问问一周，李青这个角色塑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比较难的点，或者说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具挑战应该就是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没有的一些人物关系的呈现。就像我跟我的父亲。就在我的家庭里面，出现争执出现矛盾的情况是相对比较少的。我们很少，就像大家刚才在这个荧幕上看到的那样，就是大声的理论，大声的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要跟自己的严厉的父亲。所以这个点确实是需要做功课，因为这不搞清楚人物关系，观众们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当时就跟导演、跟小哥、跟我的师哥师姐还有请教很多，然后包括主要是跟黄老师黄老师这个搭戏的磁场，我们一般会在实拍之前，我们把所有的人物逻辑、把对白都对清楚，然后把明确的动机对清楚，然后最有一个对我帮助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像在学校排练一样，就特别像在回到中戏的感觉，我们一边呢把所有的东西排得扎扎实实，然后再进行拍摄。所以这样综上所述对我帮助比较大，然后最终才拿到了这个父子关系的这样一个体现。最终的呈现要感谢我们剧组同学们的帮助，感谢所有各位姐姐。好，这是我们的李沁，我们也期待我们一周诠释的这个角色。接下来再问一下李纯，其实之前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小哥在一次爱奇艺的采访中说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古平原完全被苏子轩拿捏了。所以李纯能不能给我们来提前透露一下，你是怎么样在剧中这个角色我们的子轩去拿捏我们的古平原？你觉得被我完全拿捏了吗？我个人就是演到最后，其实我会觉得
因为苏子轩没办法完全拿捏住古平原，所以苏子轩最后还是非常欣赏他的。因为所有人苏子轩都是可以拿捏，反而在苏子轩认为可以拿捏古平原的时候，古平原在他意料之外做了很多事情，所以会让苏子轩特别的崩溃。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吧，苏子轩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前瞻性的一个亦敌亦友也好，会觉得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在整个拍摄下来，我会感觉苏子轩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人，但是他可能觉得当下的日子过得并不是他想要的，他想回到从前那些，百姓过得好，大家过得好，整个国家都非常好的时候，他为之而做出努力。那他会发现古平原其实可以看到未来，古平原是为了未来而努力。所以在最后，我觉得其实没有完全拿捏他，只是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走向。所以其实过程中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事情。对，很多精彩跌宕起伏的故事。其实有时候时不时很想弄死他。是吗？有真的动过杀心？非常有啊！后来一次一次在这个杀心的边缘，还是被我们的古平原俘获了啊！是的。好，这是我们的古平原，还有我们的苏子轩。接下来再问问韩芝，其实我们白一梅这个角色在饰演的过程中，你也辗转了几个地方拍摄吗？有没有什么拍摄中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其实就是黄山还有黄山还有横店这两个地方。我觉得难忘的事情就是。在我刚开始拍的1、2天的，应该是第1天的时候，然后挺哥就在现场加了一场戏，是剧本里面没有的。然后我觉得那场戏就是把我直接拉到了这个人物状态里。他说你就去设想你对那个李晨的爱，然后你在家里，你其实就是很焦灼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跟你的内心有着非常激烈的斗争，就是刚才婷导说的那个撕扯的感觉，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就像一个恶魔一个天使一样在做斗争，对。所以其实那场戏是临时加的。是的。导演在这个过程中啊，真的是体力和脑力的双重考验，一边得担心现场拍摄，一边还得把控全剧本。导演这个创作的几个月过程中，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他们真的非常优秀，每一个演员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其实不光是向涵之这边现场调整，小哥跟孙谦的戏，他俩在一块儿的几乎每一场都会调整，他们自己也会出很多好的主意。剧本只是一个想象力弹跳的一个跳板，实际上他们俩婚姻之后的相处的戏，大部分要归功于他俩，确实很好。所以我们的演员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也贡献了很多自己的力量。那肯定的，那必须的。导演，因为明天我们的剧就正式上线了嘛，您觉得从您创作的角度，从导演的角度，想传递什么样的精神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给我们的剧集打打 call， 好不好？我想传递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40集很长的剧集，我希望，我衷心的希望它能够陪你们20多天，让你们很快乐，就这一个愿望。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好不好？对，一定要快乐。那我们先感谢导演，给我们在未来的20多天追剧的时光里带来快乐。明天正式上线的时候，也拜托我们的媒体老师们多多帮我们宣传转发，帮我们呼朋引伴来支持一下大生意人。好，接下来我们还有2个小问题。首先问一下小哥，演绎古平原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遇到什么小卡点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整个的戏很顺，在没有进入之前，总是会担心很多。我们第1天拍摄开机的时候是在东北，完了以后在滨河上面，那个景啊是真漂亮，但我内心呢也是真的紧张。一上来的时候，就是追古平原，就是骑马在那个滨河上。我之前开机前，我跟导演说，我讲我骑马摔过，就是我心里有阴影，我可能不能跑太快。就上来第1个镜头，就给那个最快的飞奔。我从来没有在冰面上骑过马，你知道马会打滑的。
真的在冰面上就骑着拍，对，冰河，冰河，它是那个水库的那个河水完了以后结成非常厚的冰。然后呢，我不是要往回看嘛，机器在后面，我往回看，看后面人在追我。我第一次有这种体验，就是边骑着马的时候边往回看，那个马踏出来的那个雪片飞舞，就在我眼前，那个雪就这么扬起来了，因为那个就是冰碴子，就直接扬起来了，好美。但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快死了，我感觉真的我要刹不住那个马，就是又被美冲击到，然后同时内心又很紧张。然后第一天又是对着那个父老乡亲，那个骑在马上喊话，对，词儿也多。反正第一天过去了以后，后面一切就感觉到，顺了。顺了。对，最紧张的就是第一天，最难的是开头啊。导演怎么把这么难的开头上来就放在第一天拍？是无条件的信任我们小哥，是不是？不是，是再不拍冰就化了。对，太真实了，太真实了，不愧是实景拍摄啊！这是我们的古平原这个角色，也谢谢小哥啊，在骑马那么紧急的时刻，感觉自己快挂了的时刻，还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看看你身后的冰碴子啊！这是我们古平原这个角色。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要问到芊芊，常玉儿的形象在剧里我们感觉是很果决的，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很多骑马和打戏的这个拍摄。拍摄过程中，你有因为打戏啊、骑马的戏遇到什么困难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就觉得跟小哥也好，因为东北我们第一站去的嘛，确实环境很艰苦，但是我们在一起，就感受很不一样。因为这个戏导演会在开拍前让我们都拿好小马扎，就是坐在那儿，他会一点点讲给我们，就是前因后果也好，或者是你这个人物是什么心理也好，讲的就像一个小故事一样，都听进去了。很多时候就忘记了，因为环境这么恶劣，就从马上打狼那场戏吧，我记得那天晚上巨冷，风特大，然后要救他，那个其实很害怕，那个马东北的马特别高特别宽，但是那个武术指导让我这样滑下去，降落地。我觉得巨帅，就忘记了有多冷。对，环境艰苦，所以就是拍这个戏整体都是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只要一拍上，跟对手演员也好，然后跟导演一聊也好，一碰撞上就什么事儿都忘了，就可以沉浸式去表演。导演还是有魔力啊，特别幸福。这个精神食粮给大家一灌，我们所有的艰苦的创作环境全部忘了。好，那接下来既然是大生意人嘛，我们的剧名也非常的喜庆，我们也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媒体老师都可以沾一沾我们的这个大生意人，未来在各位的这个仕途上都可以财运大爆发啊！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嘛，说这个财运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在我旁边呢有一个迎财箱，一会儿呢要请我们的几位主创依次来掷骰。然后我们从导演开始，第一轮是导演和小哥，你们掷的骰子呢，谁的点数小就要抽一题来完成任务，好不好？好。来，首先从我们的听导开始。不是要试一下。对，把它掷起来。各自啊，首先导演。2点。好，来，接下来我们给到小哥。那我们轻轻松松的，轻轻松松，我们看看会不会是1点，好不好？够呛。1，哇！毒奶了，不能说，不能说。来，导演目前领先，接下来请小哥来我们的迎财箱来抽取一题。太有节目效果了。哎呀，太有节目了，小哥。这个时候，对，要我干啥？可以回到位子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是什么题目？这都能说，这都能说。好，小哥给我们公布一下，用3种不同的语气来安利大生意人。3种不同的语气，你们可以出题，想看小哥用什么语气来安利大生意人？安徽话一题好不好？安徽话必须要来一题。深情的安徽话，还是深情的是深情的，深情的。深情的，好。
好有节目效果，已经全场在笑了。来，小哥，大生意人，你是我这一生难忘之戏。演过你，我刻骨铭心。哇，深情的小哥，666啊！好，第二种语气呢？卖萌，好久没卖了。那可得卖一下了，今天，把我们可爱的小哥给我们呈现出来。卖可爱。撒个娇，让他大生意人要播了哟，快来看看哟。你们会支持吗？好，那接下来第3个语气是要安徽话吗？还是要什么？安徽话，安利一下大生意人。大生意人马上要播了，快看，错看。哈哈，会不会看？我听跟乖乖必须要看，可是的。好，支持我们的大生意人，我也是安徽人。我听跟乖乖是我们的话吧，应该是。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地方都有啊，原来如此。那个李晨也是。哦，陈震也是安徽人。好，我们支持一下我们的安徽角色古平原，好不好？啊，接下来我们刚才骰数较大的是挺哥，所以挺哥要跟我们的芊芊来掷骰了。来，我们是赢的流泪，然后输的要来抽几次。导演再来抽一下。非要让我输一回是吧？对，你也有可能把我们的6位主创全赢了。那我也轻轻松。我就不信芊芊还是1点了，一定要追随古平原吗？3啊，1点险胜啊！接下来有请导演来我们的赢财箱里抽取一题。好，我们看看题目是什么。期待导演一人分饰6角那一题。导演用卖萌的语气跟大家推荐大生意人。如果用大什么人来给在座的各位取名，分别应该是什么？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我们从小哥这个地方，不，从挺哥你自己开始，从我自己开始。是大什么人？啊，我是大核桃人。大核桃人。好的，有点敷衍了事。我差不多算是一个，我应该是个读书人吧。我觉得我。不说写作，我应该算一个大读书人，因为一直在读书，算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读书，从来没停过。小哥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实际上在我心里啊，这个角色写下来，他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大知识分子。然后呢？这个孙谦这个呢，那大保镖啊，大保镖，我以为大宝贝儿呢，结果是大保镖。大保镖，然后那位呢，是一个大恐怖，大恐怖分子，子谦，对，这个是大公子，大公子人，这个人没毛病吧？然后那位呢，那位是个大医师，大医师。他医得了别人，医不了自己这种。哇，一下子上高度了，可以，恭喜导演挑战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的芊芊要和我们的一周，因为你赢了嘛，赢了留台继续。说白了，这是个流程，就是大家都要完成这个挑战。就最后只有1个人赢，其他皆输啊。好，手下留情。一定能赢。4点啊，一周，这得搓。这样。1、5点，呀，都是靠1点险胜。来，芊芊你来。没事，姐，下一轮就是我。好，这个逻辑，下一轮就是我。孙谦抽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看一下，剧里谁的故事最赚眼泪？剧里谁的故事最赚眼泪？请芊芊分享一下。随便。谁小声说了一个，肯定是咱俩。你凭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那就我跟古平原吧。会非常的感人是吗？感动自己。必须得先感动自己了，对不对？对，反正我演的时候，我是觉得，
走戏的时候我都会哭，就情不自禁，就是导演写的词也好，或者当时其实我们的布景都很真，就站在那个环境里面，就自然而然会非常真情流露，就完全带入的一个角色。对，就只是对词，其实那词也私底下会做功课，会念很多遍，背很多遍，但真到放台面上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还是会感动。是的，再来一次还是会觉得好，很感动啊！我们也期待我们2位在剧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人物走向和故事的呈现。好，那一周目前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的晨晨和一周了。没姐，下一个是我，是我和谁啊？我和纯姐，对，和我们苏小姐。剧里其实我老输给她，剧外赢她一次了，看看能不能赢起来，看看是超能力能赢还是幕后大佬能赢啊！2点，再来一个吧，再来一遍。我抽啊姐，要不我去。哎呦，哎呀，你真赢不了的。我5点那个吧，直接来啊！你再试试，万一呢？你试试，万一扔6个呢？对，乾坤大挪移。 3点，好，来一周吧，这里抽一题，看看你抽到的会不会是那题我们想看的啊？6个人，想看的6个人的，好期待那个。对，我们多背了几题，看看能不能抽中。感觉大家都把雷排过了。抽一下。剧组里哪位演员梗最多，最爱搞笑？我们组好多脱口秀演员，说实话，但是，最好笑真的应该是孙千里姐。哎，怎么说？因为她上次拿了一个因为我们在横店拍一场夜戏的时候，大家就是看不清楚嘛，要拿对讲去交流。然后姐整了一个快餐连锁品牌出套餐的那个周边，啊，有2对那个可爱小对讲，别提名了啊，你排他你，然后就其实就麦当劳的那个对讲机啊，然后呢，他拿那个对讲机，我们就调到了导演组所在那个频道，然后我们去捣乱，那个灯光好了吗？准备开，超时了，对，就很好玩。这组创作氛围还是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姐是最时髦的。我孙谦，没想到除了你的荧幕形象之外，你在生活里创作中是一个这么搞笑的人啊！我这不是怕大家太累了吗？让大家都忘记寒冷。茶余饭后给点小笑料，让大家提神啊，活跃一下。最好的是大家都很配合我，我拿给小哥，我说快玩，我以为小哥谁玩这个，小哥拿这个，喂，在吗？然后后面大家就都配合我，然后又连到导演的那个频道，导演也很配合我玩，所以大家就氛围特别好。总结一下，导演人真好啊！好，我们剧组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这是一周刚才输了是吧？所以先 PK 一轮，因为就每个人都得做一下惩罚，对，都得有一个惩罚啊。2点，好，韩芝呢？那个题其实就是1点，必须每一局都是险胜啊！拿捏所有人，一会儿我可能在导演前面的。好，说这都能赢，晨晨啊！关键我们俩都是下一轮纯姐又赢了，就真的有可能，很有可能，真就过关，欧气满满在他那里。那我们就奖励纯姐一题，好不好？好，奖。啊，还会奖励我？我一会儿自己好收到了。应该说的是以在场除自己以外任意一个人的角色口吻安利大声一人。这我们一致觉得好难，是吧？哎，你学雅文。我们大声一人呢，必须要看，特别好看，你不看你就错过了。哇，掌声！掌声！朱亚文老师还是来了啊，在这儿呢。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李纯老师和挺哥的终极对决。我直接抽了，不能再输了吧？直接让导演模仿。难说。还要扔是吧？扔。哇！3点。好，晨晨来了。来试试。有赢的。苏小姐果真手眼通天。对，手眼通天。安排到了最后啊。破局了。这是她内线，这是。
哎，虽然手眼通天，最后有一些情商啊。好，来到我们李纯的这一题，看看你抽到的是什么？哦，来了，是吧？啊，不是，也不是。分别用一个词形容一下其他的几位主创。我就用词形容吧。好。导演，我就用非常来组词，非常有才华。白一梅是非常善良。一周是非常调皮。跟我想的一样。古平原是非常勇敢。哇。芊芊是非常性感。非常单纯。我是非常有钱。非常有钱。最好的给自己。其实最富的应该是苏小姐。哦，是的。你那些不动产主要是。我的不动产是你们呀。有道理。是不是？你竟然是苏小姐的不动产。算是她的存折之一吧。哎呀，苏小姐说花钱我不敢不花，主要是有时候。苏小姐一开口你就花了。对，是吧？来，我们今天最后一局，我们把掌声送给苏小姐啊！苏小姐大气，希望未来我们都可以沾苏小姐满满的欧气。那么接下来，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有很多的媒体老师们远道而来，我们也留到时间给到大家。刚才在1个小时的看片之后，各位豆瓣网友还有我们的豆瓣媒体老师们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的主创们提问？我们来先行发问啦。首先，哪位老师想来提问？可以帮我们举个手，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引导一下。哎，好，这边豆瓣的这位老师，我们工作人员要递个麦帮我们啊，谢谢。工作人员刚刚那个我抢过来了，对，然后导演好，主创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大生一人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着古平原这个角色展开的，然后由一个流放书生蜕变成一代伤亡，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导演认为这个角色最想传达给观众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以及就是怎么样想到让陈晓老师饰演这个古平原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实际上想传达给观众的内核是，一个人最大的生意是要把自己赢回来。就是古平原并没有想成为一代商王，他也不想成为超级富豪，他完全不想，他想回家种茶叶，他想按他自己想按照自己意愿中那样生活。最终他做到了，他通过40集的努力把自己给赢回来了，摆脱了其他人的限制，这个是很难的。在这个剧里面有高官有富商，但是高官被官职控制了，富商被钱控制了，只有他这个角色没有被任何东西控制，他还能回到家乡，去做他的简单的茶农。我觉得这是成功的一生，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挣了很多钱或者做很大官才成功。我觉得这个戏出来的是这种中国式的态度，对这个金钱是这样一个态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选择。至于为什么是他，实际上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当剧本出来那一刻的时候，大家获得的一个共同的看法说就是他，然后我们就直接找他，他也干净利索就认下来了，然后就这样了，就没有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戏总是有它的命运，大概是这样。谢谢导演，我们也谢谢这位豆瓣媒体老师的提问。那接下来还有哪位老师要提问？我们来传递一下麦克风啦，来。各位主持人老师好，我想提问一下，就是孙谦老师，然后就是您在那个剧里面演的那个育儿的那个角色，然后我觉得就是身为那个马帮的千金，有担当也有颜值，然后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你首先就是先抓住他的哪些特质呢？然后您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有做哪些就是准备，然后有什么就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角色，我现在还记得我在见导演的时候，我跟导演表达我对这个角色的喜爱，就是我首先是接到剧本，然后看到那几场戏，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瞬间就记住了那几场戏的台词。因为我接触古装比较少，我自己其实对自己挺没有信心的。然后在过程当中，小哥也好，导演也好，还有纯姐，大家给予我的鼓励和信心是特别足的。然后到最后的最后，我是觉得自己真的像公主一样，就不仅是在戏里是马帮公主，戏外大家也很宠我。让我之前打消了那些不自信的状态。其实功课我觉得那些都是我们身为一个演员应该做的，那些没什么，主要是很开心能认识大家，能参与这部戏。非常非常融洽的剧组氛围啊！好，谢谢这位豆瓣的媒体老师。接下来下一位媒体老师在哪里？来，有请。你好，我想问一下陈晓小哥。然后，小哥，你那个古平原在剧里有很多就是绝处逢生的时刻，哪一幕是您觉得最爽的？然后还有就是您觉得古平原最核心的破局能力是什么？绝处逢生的时候有很多，哪一幕是您觉得是最爽的那一次？这一下我还对，我一下还想不起来啊，有太多精彩的绝处太多对。但是其实你们今天看的这个1个小时的这个片花呀，我昨天晚上我偷偷找工作人员要过来，我说我好久我就没有了解这个戏了，完了以后我想我也想先读一块看一下，所以我昨天晚上其实就把你们今天这1小时的我偷偷在房间里面看了一下，我就看到那个合肥城杀降的时候啊，我一边看的时候，我自己在房间我也在哭，就那一瞬间，突然之间因为我已经演了很多次，我也为那段戏我也哭了很多次了，但我看就是一个片花里剪出来的一小部分的时候，我一看的时候，我瞬间我就砰一下，那个眼泪就一下就崩出来了，哎呦，那感觉，但是你说这算不算化险为夷？这不算，这叫无能为力，这是真的是无能为力的那种痛啊！我再看的时候，还是会，就对我来说真的很刻骨铭心的一场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古平原就最核心的就破局能力，他能力挺强的我觉得他很会抓住问题的主要的部分，然后他是一个上去，可以下到很下面，可以无止境的往下，就是他有一种很强，就我自己感觉啊，他有一种很强的洞察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就是说他在一片黑漆漆的空间里边，他能寻找到，比如这样有一点点微弱的光线，他能寻找到光源在哪儿，然后他能比平常的人要更快一步的找到光源在哪儿，然后他能意识到光源大概有多小。那如果只有这么大，现在我是过不去的。但是我要想到达那个光明，我就得把我自己挤压成泥巴，我要把我自己拍扁了，变成一坨泥，于是我就能进。如果缝隙再小一点，我不惜让我自己就变成血，变成水，我能过得去，但是我一定要奔向那个地方。他可以把自己变成很多种形状，我觉得这种能力是他身上的。谢谢小哥的分享，也谢谢这位豆瓣的媒体老师。来，接下来我们下一位豆瓣的媒体老师在哪里？老师这里。好。我想提问一下罗一舟老师，我们看到这上面。你好，在哪？好的，好的。我们看到超能力者李青，他在那个生意场上，他其实是依赖家族资源的，然后同时他也在试图摆脱长辈束缚自己，证明自己。然后这两个矛盾就会使得李青这个人非常的复杂，所以我想问一下，咱在饰演这个人物的过程中，你认为最难的点在哪里？然后你是怎么去突破这个难点的？谢谢。谢谢啊。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他的人物非常复杂，你认为？非常复杂啊。第二个是，就是你怎么突破这个难点的？突破啊。
这是我为什么非常感谢，就是全剧组所有的老师对我的信任，把这个角色交给我的原因。因为这个角色要想演好，包括如何融入这个扎扎实实的长剧集里面，脱离现实是不可以的。再一个，确实这个李青所经历的很多经历，我作为罗一舟来说，没有那个机会去体验。所以这里面就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就还是最真实的去推敲他的底层逻辑。孩子对父亲，对于家庭教育，他有想证明自己的一面。那么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也被赋予他有更大的权限和更大的能力，调动当时李家的资源，来助他完成他自己的这个目标。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扎扎实实的推敲人物的逻辑，倒清楚人物的关系就行。然后第二个点，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对我来说可以是挑战或者一个新奇的体验，就是我演这个戏，就是说干一行爱一行，我演这个戏，我感觉我像跨行做了投行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里面从美术设计、情境设计、置景，包括所有的对白，好多东西都跟生意、跟钱有关。这5个月里面，基本上尽可能的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李家财团大公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之中。所以其实这5个月对我来说，像是做了一次跨行入职体验吧。这个是对我来说既新奇又有挑战又比较难忘的部分。当了一回李氏银行的那个财务高管。对，别的没有，谢谢。体验了一把有超能力的感觉啊！是的，是的。谢谢一舟，谢谢这位媒体老师。来，接下来我们的下一位豆瓣的老师在哪里？好，这里有请。我想问一下李纯，就是我们刚在看片花的过程中看到《大生意人》，它虽然是一部年代剧，但是您饰演的苏子轩这个角色，他的一些思想，即使是放在现代，我觉得也是有一些超前的，所以很想听听您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个角色的呢？谢谢。谢谢你的提问。首先，我觉得苏子轩，他能跳脱出当时那个年代的思维，是因为他从小受到了不一样的教育，然后看到了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他的思维方式和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能力也是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这也是我自己非常欣赏他的地方。然后就像我刚才突然想到这个黑白通吃，我觉得黑白通吃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会带入我自己，就我个子那么迷你，站在一帮那个坏人面前，或一帮那个赌博的人面前，可能如果背后没有人、没有势力、没有钱和权，我可能就在那个环境里，我一定是被吃掉的。所以我觉得苏子轩很厉害，也非常让我敬佩的一个女性。这是我们李纯眼中的苏子轩。好，谢谢这位媒体老师。接下来下一位媒体老师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好，在这儿，有请。我想问一下韩芝老师，就是想问一下，剧中白一梅在那个剧中前后转变比较大嘛，所以想问她转变的契机是什么？然后在转变的这个过程中，有对她影响比较大的人吗？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李成。然后这个契机，我觉得是，就是生命中，你突然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人，然后你跟他接触到了，然后发展了一段故事，然后你又想要回归平静，但是你发现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你往里边掷了一块石子一样，这个它就被打乱了。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归到认识他之前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李成。也是因为李成的出现，影响了我们的苏子轩，影响到了我们白一梅的这个角色也在剧中有很多的呈现。也再次感谢这位媒体老师的分享。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豆瓣媒体老师的提问暂告一段落，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
也要再次恭喜我们的大生意人的主创们通关成功。我们要来给你们颁发今天的惊喜小礼物啦！我们要送上我们的银财大富翁的神秘称号。来，我们每人都有一份啊！也希望今天所有到场的媒体老师们跟我们的台上的几位主创一起都可以收获满满的欧气，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和职场工作里可以收获好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面向前方来跟我们的媒体老师们拍一张照，拍一张合照。好，我们首先是舞台上的各位，我们可以把我们面前的这个翻身银财大富翁的旗帜举起来。我们看向中间的关社老师，关社老师先帮我们举个手啊。好。老师，你这个干嘛？好，来1比1，继续。好，来3、2、1，好，大家看我这边，好，3、2、1。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第一排的工作人员们稍事帮我们让出位置，我们要请我们的几位主创回到我们的第一排的座位上，反过来和我们的媒体老师们一起拍摄大合影啦。好，有请各位。好，我们关社老师再帮我们举个手，好不好？好，大家可以都把自己的这个银财大富翁举起来，然后也可以把我们老师们的最美丽的笑脸可以定格一下。好，我们一起看向前方，3、2、1，我们再来一张，3、2、1。好。谢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领导、贵宾和豆瓣媒体网友的老师们的到来。到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主创团队，我们的媒体看面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务必恳请各位在明天的晚上19点30分多多支持和关注我们的大生艺人。11月25号19点30分准时开播，希望大家定好闹钟，准时锁定爱奇艺，和我们一起解锁步步赢财、翻身进阶之路。那明天我们就不见不散啦！